人们戏说，有钱能使鬼推磨，却不知在这阴阳两界之间，真有一股神秘的力量在流转。本月 KPI 必须完成，名为地府淘宝。都麻利了。地府淘宝连接阴阳，交易万物，逆转生死。啊，这是……很抱歉，我们已经尽力了。你妈妈的时间不多了，准备后事吧。哥，怎么办？妈妈她，真的什么都做不了吗？我不想就这样眼睁睁的看她离开。让开！我的手机！好险，差点手机就报废了。这是什么？地府官方淘宝店？啊？这是阳寿也可以卖？这是哪个缺德的孙子在忽悠我？哥，你快来啊！妈可不行了！妈，不，妈，你醒醒！啊，我不要你走，兄妹绝不能失去你。对了，地府淘宝店，死马当活马医了。请扫描支付阳寿对象，请扫描接受阳寿对象。阳寿兑换只有一次机会，请慎重选择。管不了那么多了。兑换成功。妈，你醒了？小浩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妈妈真的活过来了！地府淘宝店、阳寿兑换系统都是真的。妈，只要能救活妈妈，哪怕失去10年阳寿，都值得。妈，来，张嘴。啊！以命救母，孝感动天，奖励阴德点。目前阳寿40年，阴德余额1点，阳间阴德排名第1。1点阴德值就排名第1？如今这世道，难道就没一个不缺德的？让我来看看这地府淘宝怎么个淘法。互换阳寿，这玩意儿逆天啊！剃头咒、遮眼咒、压床咒，这些道具最低兑换价格都是半年阳寿。竟然还刷图晒好评啊！这罗刹女不会就是店主本人吧？这净坛使者还真是明目张胆啊！太猥琐了，本君子不喜欢。哎，那个救了妈妈命的阴德系统哪儿去了？尊客，我在这儿呢。100阴德可以兑换1年阳寿，阴德值应该是做好事才能获得吧？什么宝藏啊？要用1年阳寿去兑换？这就是恶意诈骗小广告吧？不刷了，我还是先看看自己的个人信息吧。果然啊，人间的牛马在地府也是牛马，一文不值啊！这还能不能行啊？搞快点！不行，我不仅要让妈妈和妹妹好好活下去，还要成为他们的守护者，岂能被地府资本做局，被迫英年早逝？看我的！如何快速获得阴德值？啊？骗谁呢？我作恶行善，你一个淘宝店怎么可能知道？
本大爷是黑无常，等你赶了的时候，老子过去接你，你就信了。我去，我心里的话他都听得见，难道他真是勾魂索命的黑无常？对不住啊，黑哥，你堂堂勾魂使黑无常，怎么做起了客服啊？唉，不做兼职积点阴德，怎么在地府消费啊？在这个系统里，无论天庭、地府、人间，都要积阴德啊。为了妈妈、妹妹，我只有利用地府淘宝系统，才能改变我们今后的命运。必须尽快积攒阴德。从现在开始，我要寻找一切机会做好事，积攒阴德。我的气球，这该怎么办啊？我来了，小妹妹，接好了。谢谢姑姑。哎呀，我扶您过去吧。小伙子，谢谢了。等等，现在是红灯，老子要你管呐！注意安全啊！去你的吧，傻叉！看看阴德值涨了没？11点了，这阴德值也不是很难赚嘛。再干上10天，换个小鬼寻宝，再发笔小财，嘿嘿。这做好人好事，确实也挺辛苦啊。小妹妹，陪哥儿几个一起去玩玩呗。就是别害羞嘛！放开我！你们这群混蛋！这么晚在这片街区晃的，难道不是出来卖的？再不做，信不信哥把你脸花了？这群混蛋，居然敢在大街上欺负女孩！北方人太多了，得想点办法。有了，地府淘宝店。之前地府淘宝店附送了一个遮眼罩，请用意念锁定目标人物。才5个人，太坑了。9个小混混剩下4个，我这小身板也扛不住啊！还有没有能用的商品？阴灵附体，附体一次需要花费1年阳寿，情况紧急，顾不得这么多了。兑换成功，幽灵附体，可短暂获得幽灵之力。本次附体幽灵，唐盛将军赵子龙。放开他！谁呀？你小子谁啊？敢管老子的事？我看你是混混！老大，放开他！明浩，上，干他丫的！干他！太上学那会儿不声不响的，居然这么能打！我都亮家伙，来得好！一个能打的都没有。帅爆了！你要干什么？别过来！滚！再让我看见你们，见一次打一次。是，快跑！明浩，哦，谢谢你刚才救了我。啊，你是唐兰兰？真的是你啊！你怎么在这儿啊？毕业后就没你消息了。这些年在国外读书，近期刚回国工作。你呢？一直还好吗？一切还挺好的。没想到这么多年过去了，他还和从前一样，少年感十足。这是我的电话号码，把你电话给我，过几天请你吃饭。好的。再见啦。想不到救人还有意外收获，应该能给点阴德吧。救人危难，奖励阴德100点。果然，做好事有好报。以后我去，阴魂之力小失了，没想到副作用这么大，1年阳寿又没了。下次买东西的时候，一定要看清价格和道具使用说明。
你们这帮穷鬼欠了半年房租，今天不交房租，立刻给我滚！张大姐，真的很抱歉，我的病刚好，明天我就去哥哥家里借，一定把房租补上。绝症还能好？你的命可真硬，生病的时候都没来过一次，现在指望你哥哥。我要是你，死了算了。你个泼妇！谁啊？信不信我撕了你的嘴？浩儿，别冲动，是咱们现在欠人家房租，咱们理亏啊。欠债还钱天经地义，得了绝症就能赖账了。明天再不还钱，就都给老娘滚！啊，这日子可怎么过呀？都是我不好，得了这该死的病。妈，你别再自责了。妈，你别担心，钱我来想办法。明天我就把钱扔这恶妇脸上。哥，你可不要去做坏事啊！放心吧，我不会做违法的事的。哼，狗眼看人低，就是欺负穷苦的老实人。不过，确实得抓紧赚点快钱了，得先把房租还上。我看看地府淘宝有哪些商品能赚钱。啊，这个寻宝兽竟然能找到财宝，不过竟然要100点阴德。我现在才111点阴德，39年阳寿，豁出去了，拼了！支付成功，开始寻宝。就选这个最近的。已为您规划巡航路线，请按路线寻找。目的地已到达，本次巡航结束。我操了！这哪里像有财宝的样子啊！100阴德啊，1年的阳寿啊！哎呀，好重啊！不行，我得好好问问，这花费这么多，最后就带我来个臭水沟。请问有人在吗？亲，地府小黑携程为您服务。我下单了一份寻宝咒，可到了地点就是个臭水池塘，并没有所谓的财宝啊。财宝不会超过目的地点左右1平方米的。你是周阿姨哇？财宝要是摆在地面上，早就被人拿走了。黑哥，我问问，要是找不到财宝，能不能退款？退款？你开什么玩笑？这可是地府开的网店，我们严军可不是好惹的。我爸跟你说实话，上次被齐仙王给了个差评，他俩的利群监合被我。亲，你后台有他用吗？这个，那我不退了。啊，没想到这阴间的网店也一个德行，买之前是上帝，买之后是地狱啊！我还是自己找找吧。按照黑客服的提示，应该就在这附近啊。怎么没有啊？难道在水里？只能试试了。这臭水沟里怎么可能有什么财宝？我也是信了鬼了。啊，找到了！没想到这臭水沟里竟然有这么大的宝箱！我去，这么多现金！这一捆是10万，箱子里面有20-30个，300万，300万！这下妈妈和妹妹再也不用受苦了。妈，你别收拾了，明天我们就搬走，东西都买新的。啊，明天哪来的钱付房租啊？张大姐对我们不错了，要是其他人，早把我们赶走了。妈，你别担心，钱我来想办法。明天我们就搬到一个新房子去。哥，你哪来的钱啊？这个你们就别问了，反正明天我们就能搬走了。现在可不缺钱了，不过还是先不告诉老妈和妹妹了，等有合适的机会再解释吧。正好唐兰兰是房产经理，打个电话给她吧。喂，你好。不好意思打搅你了，我是宁浩，
想请你帮个忙。啊，是宁浩，有什么事尽管说。你是做房产中介的吧？能不能帮我找一套空房子，明天就能入住的？哦，空房子啊，有的，有个老先生一家去了国外定居，那套房子挂在我们这儿好久了，让我全权处理，要不你先住着？好，明天我们就先搬过去，要是合适，我就直接买下。不过明天还要麻烦你接一下了，因为我有东西要搬过去。行，大恩人，明早见。早，唐兰兰。早啊，宁浩。这是你同学还是女朋友？妈，你别乱说，这是我以前同学唐兰兰。阿姨你好，我是宁浩的同学。你好啊。哼，房租没结清就想跑啊！我也不为难你们，半年房租12000，让你女儿给我打个欠条。母债子还，要打欠条也是我给你们打，为什么是我妹妹？你这个小身板去搬砖都没人要，等你挣到12000，怕是要猴年马月去了。如果还不上，就让你妹妹嫁给我侄儿抵债吧。嘿嘿嘿，老妹儿长得可带劲，恶心，滚远点！宁浩他妈手术刚出院，这张英红一家也太欺负人了。嘘，小点声，他那个黑社会弟弟可啥事儿都干得出来。臭小子，你看什么看？要么给钱，要么就拿你妹抵债。哼，你们这群恶霸，辱骂我妈，又打我妹妹主意。今天不给他们一点教训，就不知道怎么做个人。想好了吗，臭小子？已锁定目标。哼，不就是钱吗？你小子，这是2万，多出来的钱，赏给你那白痴侄子买药吃吧。哈哈哈哈哈！你竟敢！带上你的钱，马上给老子滚！给脸不要脸，老子今天弄死你！哎呀，这个张某以前差点失手把人打死。哎，躲远点，赶紧躲远点啊！张猛，你要是敢胡来，别怪我不客气。宁浩今天这是咋了？怎么像变了个人似的？是啊，自信强势很多啊。必须激怒他们，让他们先动手，不然就是自己作恶了，会扣除应得点的。你们这些作恶多端的蠢货，就不怕老天爷让你们狗眼瞎掉？你说什么？还敢诅咒我？给我抓住这小子，打死算我的！站住！够他丫的！睁眼咒开始生效。哎呦，啊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谁蒙了我的脸？我怎么看不见了？救我，大姑！我什么都看不见了！我瞎了！宁浩说老天爷要弄瞎他们狗眼，立刻就瞎了。这报应来的也太快了，宁浩真是神仙附体了。我抓到宁浩了，我掐死你个臭小子！快放手！你这只蠢猪，我是你大姑！谁？是谁抓我？哼，一群蠢货！老天有眼啊！各位街坊邻居，你们都看到了，我可没碰他们一根手指头，是他们自己突然失明的。是钱，是钱！原来这傻子不傻呀，还知道捡钱。治安来了！哎呀，大人啊，你可得给我们做主啊！我们的眼睛都让宁浩给咒瞎了，啥也看不到了。不对，你可得给宁浩抓起来。大人，你主持公道啊，不能放过宁浩这个歪门邪道，简直是一派胡言，封禁迷信之说，毫无根据。我们都是要讲证据的，你们如果没有实际证据，那就是恶意诽谤。这个我真是的。张萌，你在城中村惹事还少吗？我看你这是又惯犯了啊！我没有啊，我这是冤枉的呀！寻衅滋事，把他们3个全部带走。爸爸，真是宁浩这个坏种诅咒了我们。大姑，我这又得蹲锁里了，你可得保我呀！罪有应得，
大快人心。难道真有报应这回事？真有报应吗？哎呀妈，想不通就别想了，反正以后也见不着他们。瞎眼这种报应算便宜了他们，这种恶人被老天爷打雷劈死都算轻的。阿姨，过去的事就别多想了。总之恶人自会有恶报，是吧，宁浩？啊，哈哈，是啊，不是不报，时候未到。一会儿打架那么勇，一会儿又能让人变瞎，这家伙身上到底藏着多少秘密？咦，他看我的眼神不对劲啊。几年不见，唐楠楠真是越来越有女人味了。宁浩，宁浩，伯母已经在看房子了，你赶紧过来啊！来了。真美啊！以后我们就要住在这里了吗？这里的氛围真的好宁静啊！这里是潘阳的黄金地带，领馆校，一路全是独栋私人别墅。哦，有能力住在这里的人非富即贵，不是富商明星，就是一些政要人物。这里一套房子至少1000万起步。进去看看。这房子现在委托我在卖，房租你们不用给，先住着，慢慢再找房子。太谢谢你了。妈，看这个，看这个，住在这里也太奢侈了吧！姑娘，谢谢你啊。别跟我客气，伯母。房子整体我找人打扫了一遍，帮你们简单布置了下卧室。妈，这房子真好啊！是啊。那个，屋主挂出的底价是多少？我们还是出去说吧。宁浩，我不是嫌你没钱啊，是这房子买了不划算。为什么？屋主性格十分古怪，房价5000万一分不能少，要价太高，一直没有卖出去。这么贵，我连个零头都不够呢。不过屋主说，如果谁能帮他打开一把锁的话，房子白送。可据他自己说，他走遍世界各地都没能找到那个能打开锁的人。开锁？是啊，这些有钱人可真奇怪，打开一把锁就送5000万，但是又没人能打开，这不是折磨人吗？给你，这是房子钥匙啊，就这一把，你可得保管好。好的，你放心。那我先走了，有事再打给我。加油，宁浩，下次见面可要请我吃饭哦。好的。像她这种长相甜美、身材性感、家境又好又有事业心的女孩，如果能有这样的女朋友，妈妈也会很开心吧？啊，这样算不算我获得外挂系统，迎娶白富美，从此一路平步青云，走上人生巅峰啊？妈，这些钱是我救人别人给的报酬。10万？救了什么人？给你这么多钱？搬家时你拿出1万多，已经让我很担心了。现在又拿出这10万，你该不会……现在还不是时候，等合适机会再告诉他吧。妈，我救的人是个大富豪，他不差这点钱。放心，这里每一分钱都是干净的。妈相信你。天哪，哥，我还从来没见过这么多钱。以后我们家会越来越好的。妹妹，这些钱拿去，先置办一点生活用品。好，哥，我和妈妈一起看看。照顾好妈妈，我出去一趟，把咱家欠的钱还上，顺便买点纸钱祭扫外公。好的，哥，等你回来。站在这里真是好感慨，当初没钱给妈妈看病，只有这家医院收容了我们。你好，我是来缴费的，这笔钱哪怕卖血也必须还。稍等，我先查询一下资料。开门，开门！好，宁浩，亲朋好友里头，只有几个玩得好的哥们儿借了我几笔。那拿着。
我没借你这么多呀。多的当利息。走了，明知道我很难还这笔钱，仍能借给我的，都是最珍贵的朋友。假如没有地府淘宝店获得的300万，这笔钱恐怕这辈子我都很难还上。诚信做人，奖励阴德50点，目前余额阴德61点，阳寿39年。没想到还完钱还有阴德奖励，这地府淘宝还挺有意思。对了，不知道这地府淘宝有没有开锁道具？哦，还真有，开锁高手是个啥？附身咒之开锁高手，可选择一名开锁阴灵附身，有古上早时迁、摸金校尉曹操、工匠鲁班、燕子李三，竟然还有西汉的东方朔。东方朔被称为小偷祖师爷，开把锁应该没啥问题吧？哎，要用1年阳寿去开一把锁，还是肉疼啊。还是再考虑考虑吧。明天就是老爷的忌日，去买点上坟的东西吧。香烛纸钱，纸扎别墅，美女士用奢侈品。您好，一共花费是1897。老板，明天早上6点，一起送到西山公墓。小伙子，上坟也不用这么早吧？每年上坟，为了避开那些狗眼看人低的表亲，都会去的早一些。8点可以吗？是有些早，再给你加100块吧。没问题，1号墓区对吧？一定准时送到。哥，你回来啦？家里收拾的怎么样？收拾的差不多了。我添置了很多东西，你快来看看哥。辛苦了，丫头。不辛苦，哥，你才是付出了很多。对了，沙发和电视是兰兰姐送过来的，说是闲置的家具，看看是不是配套。不过我总觉得她是不是喜欢你啊？小丫头，你这一天天脑子里乱想什么呢？没事多温习温习功课，等暑假过后给你找所好学校。好，哥，我一定用心读书，以后挣钱养你和老妈。小妹也是慢慢成长了。忙碌的一天总算结束了，总算能喘口气休息会儿了。亲，在吗？有个怨灵想跟你沟通一下业务。袁灵还想跟我沟通业务？这大晚上的怎么突然找我啊？还是什么冤死的？我没害过任何人命啊，这冤死的怎么会找上我啊？黑哥，我心脏不好，你不要吓我啊。谁吓唬你了？是这样，我这边有个领导派下来的小活，这怨灵死不投胎，被秦广王招收为办公助理，同事之间得照应一下嘛。我让他直接跟你聊吧。这黑无常服务态度恶劣，现在又假公济私。您好，我是莫婷婷，能帮我一个忙吗？莫婷婷，她不是那次校园失火丧生了吗？莫婷婷，你找我干什么？可不是我害死你的。我记得当时参加追悼会，会痛得难受，大家还以为我好像为她很难过。难道莫婷婷在阴间寂寞，又误以为我暗恋她，想让自己下去做个伴？我知道在学校的时候你是喜欢我不是他们这样，所以我才求你帮我做件事情。完蛋，莫婷婷她果然误会我了。虽然你是校花，虽然你有大长腿，但是当时我真的只是胃疼啊。莫婷婷，听说你现在在地府混得不错，一定也认识了新男朋友吧？要不让我去地府陪你，什么忙我都愿意帮。真对不起啊，我当时喜欢的人其实是刘云。没想到啊，自己当备胎都当到阴曹地府了。
不过我记得当时莫婷婷在火灾中救出来的人，好像就是刘云。真想不到啊，他们居然是情侣关系。不过这刘云是学校出了名的花心鬼，留情不留种，留种不留胎，打胎的钱还都是女方出的。虽然没钱，仗着长得帅祸害了多少女同学，莫婷婷居然喜欢这么一个混蛋，这妞的审美观可有点问题啊。我当时……其实我是被人故意害死的。啊？怎么死的？你不是为了救人被烧死的吗？当时教学楼发生火灾，很多同学都看到你冲进了火海里，以为你有什么特重要的东西忘在了里面。然后不久就看到刘云瘸着腿跑出来了，就没看到其他人了。其实当时我跑回去就是为了救他。原来是这样啊！但后来呢？后来他为了活命就自己跑掉了，都没看我一眼。什么？神渣！你去救他，他居然不管你自己跑了。如果这事是真的，刘云死10次都不多。我开始也以为自己是被烧死的，和刘云无关。直到我去轮回域办事，在阴阳轮回前看到当时的情况，才知道了真相。你要我怎么帮你？放心，我不会让你做有损阴德的事情。出了这口恶气，我有好东西送你。你尽管说，到底要怎么做才能收拾这个畜生？我在阴阳簿上看了他的命书，你只需要……这……好吧，我帮你。这辈子绝对不要得罪女人，更千万不要得罪地府下面的女人。喂，你好。唐兰兰，你是不是有个闺蜜叫赵敏敏？你怎么知道的？哼哼，我有她男友出轨的证据。为了你的闺蜜，今晚一起帮她了断这段孽缘。来嘛，你再来一个。刘总，那傻妞绝对不知道这事背后是你。能帮刘总办事儿是我们的荣幸。这年头，想改变命运，靠的是人脉，是手段。只要老子抓牢赵敏敏，未来的前途那是一片光明。嗨，云哥，你怎么躲在这儿啊？云哥，你答应送人家的水果手机，什么时候给人家啊？好这点。谁让你来这里找我的？你秘书通知我的，说你要给我个惊喜。我没有让秘书通知你啊，你赶紧走吧，我一会儿再电话你。嘘，敏敏啊，我还在公司呢，怎么了？不累，刚看完计划书，正准备回家呢。是吗？亲爱的，能来易景轩吃个饭吗？易景轩？对，是我爸爸想见见你。怎么了？不方便吗？好，没问题。那好，就这么说定了。你快走吧，千万不能让我女朋友看到咱们在一起。那晚上你过来吗？人家一个人夜里害怕。回去等我电话，我一会就到。谁？敏敏？哼！你怎么来了？你不是在公司吗？这个女人是谁？你们什么关系？敏敏，你听我解释啊！云哥，这飞机场生产的普信女是谁啊？飞机场？普信女？敏敏，你别听他胡说，这下麻烦了。闭嘴，赶紧给我滚出去！叫你不要喝这么多酒，你不听。敏敏，你听我解释，她是我乡下来的表妹。表妹？真当我是傻子？
刘云，伯父，我明敏，这就是你心心念念的男人。爸，主要是他之前救过我。这还没进我们赵家的门呢，就找了个小三，在外面玩女人。我不是。嗨，老同学，别来无恙啊！你是宁浩？他们怎么会在这里？我好像见过你们。没错，就是你们。给老子放开他们！终于得救了，刘云，你个人渣！我还以为是你英雄救美，没想到那天非礼我的几个流氓，居然是你请的演员。明明，我根本不认识他们呀！你当我们都是智障吗？明敏，幸好今天碰到他，才看出了这个禽兽的真面目。老同学，你还是和以前一样，左右逢源，处处桃花啊！宁浩，我是哪里得罪你了？你要如此陷害我？哼，陷害你？哼，善恶终有报。你还记得周星宇的妹妹为你打胎吗？你还记得莫婷婷是怎么死的吗？不是我，不是我！给我好好教训他！是。明敏，别难过了，不值得。毁人前程，扣除应得1000点。婷婷，你个大骗子！等等，还有新通知。幸好自己毁的是恶人的前程，政府抵消完成任务，小赚了100点。宁浩，今天多亏了你，你也上车吧。这小伙子，让你上车就上车。哦，真是好气派的车啊！凑近了看，赵明明挺漂亮的，就是身材普通了一些。地府淘宝店的塑形咒应该挺适合她的。至于这个在商界打拼了半生的大亨嘛，7天之后就会走到生命的尽头。赵正的黑色素瘤其实是误诊，只要他心平气和的静养，半个月之后就会好起来。他去美国做手术会死于医疗事故。如果赵正不去美国做手术的话，那就不会死了。赵叔叔，你有心病啊！小伙子，我不但有心病，还有绝症。你不要去美国做手术，我有药能治好你的病。我爸爸明天去美国做手术，一定会好起来的。谢谢你的好意。哼！啊！我可什么都没给他说过啊。赵叔叔，你是不是手臂上长了2颗黑色瘤，肛门附近也长了1颗？这病不用去医院。宁浩，他难道有办法？赵伯伯，他说的话很灵验的，让他试试，我相信他。唐兰兰，你神经病啊！我当你是好闺蜜，你扔个神棍给我爸看病。小子，不管你是什么来路，告诉你背后的人，就算我死了，宏泰集团我也会留给明敏，让他们死心吧。下车吧，我身体不好，就不送你们回去了。请等一下，我知道你被确诊了黑色素瘤，也不信我能治好。不过，我还是要奉劝你一句，不要去美国治病，不然7天后你会死在手术台上。你才会死呢，神经病！开车。唉，我这是想救你爸爸呀。宁浩，你说的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？真的。你身上好香啊！真是个笨蛋！你眼睛进沙了吗？我帮你吹吹。你猪啊！喂，好，我现在就过去。我要机场接个长辈，先走了。拜拜，兰兰。
拜拜。我刚刚做错什么了吗？爸爸，我带你的外孙和外孙女来看你了。哟，穷鬼还充什么货啊？买这么多纸扎的玩意儿有什么用？有本事烧真钱啊！嫂子，你别这样说，我们拜完就走。哼，当初老爷子走的时候，1分钱也没留给你们，就证明老爷子认为你不孝。现在这样做给谁看啊？简直不知所谓！哎，把他们的东西给我扔远一点，免得老爷子生气。是，住手！不然我叫你付出代价。哟，是你这个小贱种啊！当初就是你妈非要嫁给宁非凡那个小白脸，生下你这个贱种，才气死了老爷子，你还好意思来拜他？把他们赶走！我不想看到这些穷酸在老爷子坟前。是，你们想干什么？等等，嫂子，为什么哥哥今年没来祭拜爸爸？他不像你们闲得慌，最近忙着在宏泰集团手里拿西城区的开发权。宏泰集团要是成功了，唐氏地产资产能翻1倍。要是当年把唐氏交给你那小白脸老公管理，可能都败光了。不许说我爸爸坏话，他要是小白脸的话，你就是狐狸精。你说什么？都给我上，别让他们好过。是夫人。刘梅，不要欺人太甚，我们也是老爷的后代，凭什么不能祭拜？因为你们是贱种。刘梅，你既然一而再辱我，昨天赚了100阴德，今天就用在你们身上。今天谁敢挡我，谁就死。这么多年的恶气，是时候出了。好久没活动筋骨了，是你们逼我的，购买。这没电了，居然忘记充电了，这链子掉的太不是时候。宁浩，妈，我们惹不起他们的，走吧。可恶，只能这样了。妈，咱们走吧。哼，唐子君这2个孩子长大了，遗嘱的事始终是个心病。唐子雄下不了手，就让我来做这个恶人吧。今天要是手机有电，又1年阳寿换了白起那个杀神附身，爷爷坟前会多几具尸体，自己也会落得坐牢的下场。唐子雄实力太强了，凭自己根本撼动不了。如果强行为敌，只会头破血流，两败俱伤。莫婷婷，谢谢你，宁浩，这口恶气出了，我心里真痛快。送你个好东西。莫婷婷，我把赵正其实是误诊的信息告诉他了，不会连累你吧？天地间本来就充满了变数，活几千岁的人都有，就不要纠结这个问题了。这就好。接好了，这可是我在森罗店无意得来的好东西。现在我把它挂淘宝商品里，你用1点阴德拍下，准备好。什么东西啊？就是这个，下单。阎王驱尸令，天齐仁圣大帝亲授法印，强健本命魂体，教使凶鬼力妖，诛邪退避。这枚法令乃仁圣大帝亲授，有驱使超度亡魂的功能。谢谢你，甜甜，这东西太给力了，简直帅呆酷毙了。哼，有了这阎王驱尸令，我看谁还敢欺负我们一家。唐子修、刘梅，你们等着瞧吧。宁浩，你别高兴太早。这个法印要10万阴德才能开启。什么？10万阴德？好事做到死也记得不够吧？哥哥，兰兰姐来了。哦，来了。宁浩，我带你去见一个人，或许能给你带来好运。
好啊，幸好电充满了，没手机真不行啊。哥，你们慢慢玩，晚点回来啊。啊，昨晚我都表达的那么明显了，这傻子居然以为自己眼睛进了沙子。他到底是不喜欢我，还是在装傻？你们住的房子的屋主回来了，他说想见见你。你昨天接的人就是他？李伯伯是我爸的好朋友，我把你推荐给了他，是想让你帮他开锁。李伯伯退休前在京城政界可是大人物，就是开不了锁，也可以借此机会求他帮宁罗入学。到底是把什么样的锁？寻遍全世界都没人能够打开。我也没见过，以前推荐过几个人，都被他婉拒了。请吧。好大的客房啊！你自己过去吧。您好。你应该开不了我的锁，你走吧。李叔叔，你不把锁拿出来看看，怎么知道我打不开？你底蕴不够。哼，家传绝学，这世上就没有我开不了的锁。你这套房子，我正定了。哎呀，年轻人果然率真。那好，我倒要看看你是真有才，还是狂妄无知。跟我过来吧。年轻人，今天就让你见识见识。李叔叔，我们都是男人，你的心情我也理解。喜欢上画上女子的故事我也听过，不过你为解她的忧愁就想打开画里的锁，这也太不切实际了吧。30年前我得到这幅画，然后就一直考证这画的来历，直到20年前才确定这画中女子就是魏国文昭皇后。这盒子是曹丕赐给她的，据说这之后她就死了。可怜她死到临头，还没弄清楚曹丕到底什么意思。这画就是记录她生前最后时光的。你看她的眼神多么忧愁无依，多么的让人心碎。这么说，你其实想解开自己的星座。不过文昭皇后是哪位？我说你底蕴不够总没错吧？你连文昭皇后是谁都不知道，又怎么能打开我的星锁？可不可以百度啊？曾经沧海难为水，除却巫山不是云。她的名字叫甄宓。原来是曹植爱慕的女人。当年曹植为她写下《洛神赋》，最后两人都死了，也算是名垂千古的爱情故事。别人都那样悱恻缠绵了，这老头还想再插一脚。等等，只要知道名字，这事不就好办了？地府淘宝店有压床咒，利用这个和画中主人本人沟通，解开他的心结，那这锁说不定就开了。嘿，我真是太聪明了。有了，灵魂入梦1个时辰，售价100应得值。购买。床咒真符道具使用成功，请扫描毁压床对象。怎么了？扫描成功。这么快就入梦了，希望这100应得花的值。咦，这老家伙在跟甄宓干啥事儿啊？这也太猥琐了。时效1个时辰，2个小时呢。我出来透透气，也不能走太远，万一要是在梦境里出不来了呢？造孽啊！怎么样，锁开了吗？正在开。啊？李叔叔自己在里面开啊？李叔叔要在里面安静一会儿，2小时之内，千万不要去打扰他。要开这么久啊？那我陪你到屋外转转吧。您好，我有件事
想请你帮我。唐家的大小姐还有事要请我帮忙？你能不能当我男朋友啊？这什么？男朋友？我没听错吧？哎呀，你激动什么啊？家里催我联姻，可我根本就不想。啊，这样啊，你想让我冲在前面给你当挡箭牌？可是，反正明天中午我就在领馆巷11号的家里等你，来不来看你？这完成了。嗯，李老先生，多谢你帮我解开了心结。万兰别墅的房产明天就转到你的名下。太好了。房产证明天上午会有人给你送过去。你妹妹上学的事不用担心，通知书过几天就会到你家里。对了，李叔叔，你身体没什么不适吧？没有，我很好，好的不能再好了，能再见他一面，死了都值。你们只是聊天，就没干点其他的事儿？你可不要亵渎我的女神啊！我对她别无所求，只是远远的看，心里就满足了。这李老毕竟受过高等教育，怎会像净坛使者一样买个貂蝉入梦，然后一通瞎搞胡搞？那就谢谢李叔叔了，以后有事您开口。您好，小友，你还会再请征服入梦吗？你说什么？信号不好，李叔叔，我挂了。以后还是要躲着李老远一点。妈，妹妹读华清预备班的事儿搞定了。啊，哥，你别骗我。我骗你干嘛？过几天就会有入学通知书送过来。哦，另外啊，以后这栋房子就是我们家的了，咱们再也不用3天2头被人逼房租了。哥哥真厉害，我一定好好读书。云浩，我就知道你会有出息。不过你听妈妈说一句，千万别做违法的事情。放心吧，妈，我一定会让你们过上更好的日子。让我假装她男友，是要让对方死心，也是想摆脱家里的安排。如果我没点过人之处，他父母这关恐怕都过不去。好吧，看来得好好捯饬一下自己了。没钱没势，生板又细。对了，附身咒，就是不知道有没有永久性的附身咒。要不直接问问客服吧。黑哥，还在吗？亲，我是客服小白，请问要咨询哪件商品？小白，黑哥哪儿去了？啊，他今天休息，我是他同事白无常。我想问问，附身咒里那些灵魂的技能可以永久买下吗？你想买定制商品？对，可以买定制的吗？对于普通买家，我们是不提供定制服务的，但购买商品超过1万阴德以上，就会自动转为 VIP 买家。啊？一共才消费这么点阴德，离上万阴德差了10万8千里。嘿嘿，倒也不是没有其他方法。有戏！你是人间唯一的顾客，有些事做起来很方便，比如帮这里的人完成生前未了的事情。白哥，只要你愿意帮我，我一定重谢。我给你烧几栋房子，几十个美女，几千万冥币。啊，你真能给我烧几千万冥币？我只要100元面值那种。听到钱反应这么大，看来这白无常是个大财迷啊。不仅如此，我还是人间唯一的顾客，那我可真是要起飞了。你要是给我办成这事儿，我给你烧1亿冥币，白面面值的。啊？一言为定。不过这事我只做一次，
千万不要告诉别人，不然我们俩不死都得脱层皮。看来这黑白无常也有人管着。你等我操作一下，等会儿通知你。就等白无常回复了。我刚去马面大哥开的赌场转了一圈，事情给你谈妥了。有个鬼最近输急了眼，不要阴德，2亿冥币，把他一半的力量留给你。啊？冥币难道比阴德重要吗？他不想投胎了。这家伙手里几千条人命，阴德欠了10几亿，你给得起吗？我去，这么猛！几千条人命，武力值肯定不差。白老哥，你费心了。什么时候交易？什么老哥老哥的，都把人家叫老了。我可是全地府最年轻、最有魅力的职工。自拍？这白无常也太妖了吧！他不能是那个吧？白老弟，你用了皮肤白皙丸？啊，没有，我是天生丽质。你别墨迹了，那个鬼等着钱翻本，你立刻去办。你把钱捎过来，我把他一半的力量封印在附身咒永久版的商品里，你用1点阴德拍下就是。1点阴德值，相当于白送啊！当初莫婷婷给自己阎王驱鬼令，也是用的这个办法。黑白无常这2个家伙胆子倒是够大的，利用地府官方淘宝为自己谋利。白老弟，我烧的时候写谁的名字？你直接把3亿冥币烧给我就好。白无常这是要吃差价呀，这样我也省心了。地府17层，彼岸大厦38楼 A 座，白无常生。你们上下班坐电梯吗？用飘的。不要废话了，快去办事。对了，给我力量那鬼叫什么名字？我要武力值高一点的，就算1半力量，也至少能打10几个人的那种。放心，这个鬼魂就算给你1/10的力量，你也能打几10个人。啊！给我搞钱，立刻，马上！别墨迹了，他又在催了。好嘞，我立刻去办。直接找那个老伯吧，他肯定有办法弄到。老板，等等，小伙子又来了，这次想买点什么呀？我要100面值的冥币，3亿，你立刻马上帮我去弄够，钱不是问题。只要100面值的，一共3亿，兄弟，我没听错吧？老板，别墨迹了，你没听错，时间紧迫，要快。100面值的，就算我给你批发价。1万冥币，至少也要1块钱，3亿，那可就是3万块呀！我去，买个冥币都要3万，买，立刻帮我去办，帮我拉到能烧的地方，我再给你加1000。钱只怕不成，搬运费、烧冥币的人工费，你知道3亿要烧多久吗？还得找个远离城区的荒地，不然分分钟被罚款。用户到账4万元啊！给你转了4万，别墨迹了，要快！从没见过这么烧钱的，今天算是长了见识了。老板，这是民间的收钱人和地址，可千万别烧错了。放心吧，看这个，我们是专业的。白老弟，3个亿。给你烧过去了。幸好没口无遮拦，说几个兆。钱已经到位，准备好，拍鬼附身。来了，购买成功。你拍的附身咒已经发出，请接收并留好评。来吧，附身成功。哼！我勒个去！这个鬼魂到底是谁？力量如此强大，原来是李元霸。李管巷11号，唐兰兰家应该就在附近。喂，这年
号码。您是哪位？老首长交代有东西要亲自给您。您现在在哪里？我不认识什么老首长啊。是退休的李部长。李显明老先生。对，就是他。您报个具体位置，我马上过来。我在领馆巷这条街。好的，宁先生。这李老头来头这么大，仔细一看，这领馆巷也是有着别样的气派。你就是老首长的小友宁浩吧？是的。这是他给你的东西，请当面查收。好的，谢谢啊。对了，李老先生以前是什么部长啊？这个你还是当面问老首长吧。老首长特别交代，让我照顾好他的小友。记着刚才我给你打的那个电话，有事可以找我。这司机感觉也不是一般人，这是观澜别墅018栋别墅的转让合同，这老头办事倒挺利索。不过他那兴趣爱好实在是烧命啊，还是先去唐家办正事儿，应该就在附近。到了，应该就是这里。他们怎么会在这里？你小子来干什么？好狗不挡道，滚开！你说谁是狗？不跟他废话，废了他！来得好，正好拿你们练练手，适当给他们一点教训，给他们长点记性。我宁浩不是好惹的。快住手！兰兰，唐大小姐，给你打电话，你怎么不接呀？跟我走吧。哦，好。算你小子运气好，就看我怎么修理他。这小子看起来和唐大小姐有点关系啊。兰兰，你们家来客人了。宁浩，你不会忘了我让你来干嘛了吧？你的相亲对象不会是刘梅的儿子唐璜吧？呐，快和我一起进屋吧。还真是冤家路窄啊。哈哈，此兄老兄太客气了。贤侄仪表堂堂，气质不凡，一看就是人中龙凤。巧的是，咱们两家都姓唐。唐子雄、柳梅，还有唐璜，你都认识？何止是认识。兰兰，这是宁浩。伯父伯母，你们好，我是兰兰的朋友，我叫宁浩。我今天和兰兰商量订婚的事儿，又没邀请你，你来干什么？订什么婚？兰兰，怎么，你没把我们谈恋爱的事情告诉伯父伯母啊？你是什么东西，敢跟我争女朋友？唐璜，你干什么？宁浩，你算什么男人？躲在女人后面，让女人替你撑腰。唐璜，你给我坐下，在伯父家里不可放肆。